说实话，真的太卷了。2个素体附带完整的一套布衣，还附带一个摩托车，还有一堆的特效件，这样子只要200以内。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又来到了最喜爱的机娘环节了。那么这款机娘的话，说实话我期待了很久啊，出自核能矩阵的赛博森林系列，飓风飞蝗、夜风蝉，只能说啊，召唤装甲然后骑上摩托的这种设定啊，谁不爱呢？对吧？首先呢，这次预涂装板件都会有单独的小袋子进行保护，整体的漆面呢还是很平整的，是一个比较细腻的一个银色。透明件呢，这次也给了很多，一些是武装上面的一些点缀，还有一些呢就是装在身上的一些特效件了，并且这些透明件呢都是有荧光效果的，照上去之后啊特别亮。这个小的螺旋特效件呢，为了防止损坏，还单独用了一个透明的包装给它包装起来的。令我最喜欢的是这次这个裸足的替换件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精度啊，它连脚趾甲这边呢都是有一个细节刻画的。当然我知道大家想看什么，咱们就先来讲这次的这个素体啊。为了过审，我这边呢就将它的一些身体曲线呢给它包起来了。那么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它的大腿、小腿以及手臂这边呢，全部都不是左右合的零件，是一个完整的零件直接套上去的，所以说呢就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接缝了。并且这次腰部呢，采用的是一整块的腰部零件，整体的曲线做的是非常好的。那么我这边的话，因为为了过审，我这边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大家可以买到手之后呢，自己来看一下。头部呢，这次发型啊，依旧是一个单马尾的一个高马尾造型，马尾呢是可以动的。这次面雕呢，也是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首先呢，是有一个战虎的一个面雕，其次还有一个战损右眼受伤的一个面雕，正常的一个微笑面雕，接着呢还有一个特点面雕，所以说算上一开始的斜视面雕呢，一共是有5个。当然，如果想要 DIY 的话，也是有提供空白面雕以及水贴的，比如像我这样贴一个带有眼睛爱心的面雕。面雕更换呢，这次前发可以单独拆下，然后咱们直接将这个面雕取下来，然后安装上自己想要的面雕就可以了。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替换面雕的方式呢，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过拆头发的时候呢，还是小心一下力道。并且这次提供了不同大小的接口啊，头部的这个接口，所以说它可以适配很多机娘的头部。比如上一款的这个蝙蝠机娘，它的球冠呢会比这个夜风蝉要大一些，所以说咱们就可以更换一下这个大的球冠，将这个大球冠呢安上去之后啊，咱们就可以直接将这个头安上去了，完美的适配啊，可以简单的装上去，并且不会有很大的违和感。拆除呢也是比较方便的，直接拔就可以了。并且呢，这次可动做的也是非常不错。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手臂的一个曲肘啊，曲肘幅度能接近一个180度，可以直接摸到肩膀，并且呢，手臂的平台也是非常高的。胸腰这边呢是有一个2段的拉伸，拉伸之后啊，就可以增加一个胸部的一个可动范围了，并且这个拉伸出来的这个手感啊也是非常不错的，每一段都有清脆的声音，还怪解压的。腿部呢也附带一段下拉，下拉之后前踢可以超过90度，侧踢呢也是能达到一个标准的90度的。大腿根部以及小腿处呢都是附带了一段平转的关节，腿部弯曲呢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角度。手型连接件这边呢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普通的直装连接件，也有一个斜切的连接件，两种呢都是有附带的，你可以自行的选择啊，大家想按哪个呢都可以。并且对于这种易损易掉的零件呢，也是有附属多份的，如果掉了呢，也可以重新从板件上面再取一个安装一下就可以了。关于脚部这边呢，也是有提供多种选择的。首先呢是一个运动鞋，脚尖可以活动的，底下有一个透明件。接着呢，还有一个是裸足的样子的，前脚尖呢也是可以活动的。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脚尖呢，也有一个不是脚尖的一个裸足的一个替换件，大家可以自行选择替换上去就可以了。当然，为了美观度呢，还提供了一个不是分件的一个裸足造型啊。这个裸足造型我个人非常喜欢，我呢给它上了一点点的色粉，增加了一点点的阴影，整体看起来呢会更加好看。装上去之后呢，就是这个效果了。接着呢，咱们穿上蝗虫风暴蓝战术服装，整整一套，从背心、外套、裙子、丝袜包含了一整套。我想，如果平时喜欢玩自改的朋友呢，应该就知道了。这样一套衣服，如果去找闲鱼那些手工制作的话，起码要100-200块。就算是比较有名的有流水线的一些大店呢，起码一套完整的衣服也是要好几十块钱的。而这次夜风蝉呢，就是直接给了一整套，甚至啊，在这个外套的边缘呢，还会给一点铁丝，给你可以凹造型用。最关键的是，这套衣服它不只是可以给这个机娘用，也可以给同比例1:12的机娘都可以套上去用的，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就不用多说了。并且这次衣服呢，布料也并不是采用的很厚的布料，对整个素体的可动啊基本没有影响，就是先前是什么可动，你穿上衣服之后呢，依旧是这个可动，完全不会有影响的。那么介绍完了素体，咱们接下来就要让夜风蝉来一段变身，召唤拟态装甲。
变为飓风飞黄的装甲形态。那么武装装甲的话，说实话就很有骑士味道了，黑色的底衬再加上蓝色的装甲。视频里的话看着的话会偏蓝一些，实物看起来的话会偏青一些。首先呢，咱们看一下它的头部会有一个天线，这个天线呢其实就象征的是蝗虫的2个触角，红色呢就象征的是蝗虫的眼睛。这里呢它是会有一个面罩的，面罩有2种样子，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安装。全身呢大家可以明显的发现一个层次感啊，内衬这边的话会有一个黑色的底，然后一直延伸到这个腿部这边这个吊带，然后外侧呢还会有一个蓝色的装甲，胸部这边呢也会有提供2种不同样式的一个胸部替换，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小臂这边呢也采用了一个蓝色的一个嵌套臂铠的样式，在臂铠的内侧呢还会采用一个银色的一个涂装。臂铠这边呢是可以将中间的零件取下，露出插口，插上一些切割的特效件。这个切割特效件呢是有给到了很多种不同的样式，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安装啊。接着咱们视角来到背后，首先呢会有一个背部的装甲，然后底下会有一个脊椎的刻画，中间这个孔洞是用来安装支架的。而2侧的裙甲呢非常有意思，它的样子啊是蝗虫的翅膀，这样子既包含了这次的设定是一个拟态装甲，又包含了蝗虫的元素。而正中间的话就是召唤这套装甲的一个腰带了。而咱们视角来到腿部，腿部的话基本就是全包裹的一个装甲的样子了。腿部的后方呢还会有一些喷口的细节设计，这样子呢也对应了蝗虫的腿部是十分发达的。接着呢，咱们来看一下可动。首先呢，在脖子处呢，这边有一个蓝色分件，它是一个装饰性，并且也能遮挡一定的这个关节，做到一个美观的作用。它是可以单独取下的。大家如果觉得这个活动比较妨碍呢，也可以进行胶水粘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脖子这边的关节呢，跟素体是一样的，侧摆依靠上面这一段关节旋转，然后脖子根部呢也有一段球关，再加上头部本身会有一个球关，所以说整体是一个双段的可动。抬头跟低头的幅度呢都十分不错。侧摆呢依靠那一段旋转关节呢，也是能达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角度。当然，大家如果想把素体的头安装在武装体上面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安装上去可动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手臂这边呢附带了3段平转关节，首先是肩膀根部这一段，然后小臂连接处一段，然后呢在臂铠这边呢还会有一段旋转的关节，可以自行的调整这个旋转的角度。手臂平台呢，因为它根部是可以旋转的，再加上肩膀处有一个尖刺啊，所以说在平台的时候呢，建议是调整一下角度再平台，就可以达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角度了。手臂曲肘呢是单段的关节，幅度大概是这样子。手型连接呢与素体一样，一个斜切，一个直装，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这次呢胸口这边呢是有一段可动的，然后腰部这边的话，在根部呢也有一段轻微的可动，整个腰部是一整块零件，所以说整个弯腰幅度呢并不算是很大了。裙甲这边呢是3段可调节，随着抽拉的角度不一样啊，每一段裙甲的可动呢也是不一样的。当裙甲拉到最外侧的时候，甚至可以在裙甲不避让的情况下进行一个侧踢。大腿根部呢是附带平转的，整个腿部呢有一段下拉的一个角度，下拉之后前踢呢可以达到140度左右的水准，后踢呢也是能达到80度左右的样子。腿部弯曲呢是双段的关节，幅度大概是这样子。接着呢，咱们来看一下一些小玩法。咱们呢可以将手型这边的这个圆环拆下来，安装上一个透明件的一个圆环，这样子就可以在手上搭载上一个螺旋切割的一个特效件，再加上特点的围巾以及战猴脸，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有感觉呢？当然，这个螺旋特效件呢也有不同的安装方式以及不同的样子，不只是武装体，普通的素体呢也是可以安装各种特效件来进行一个把玩的。就比如前面的这个螺旋特效件，在普通素体上呢也是可以安装的。而武装体呢还会有一个玩法，就是它腿部的一个强化装甲，是一个飓风飞踢的一个强化装甲，对应的它的腿部呢都会有一些孔位，可以直接将这个装甲安装在这个腿部上面。这个装甲呢也是有多段的可动的，这些刀刃呢都是可以活动的，脚部的这个尖爪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多角度的调节的。腿部安装上去之后呢，整体的身高会变得更加高，同时呢，蝗虫的这个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腿部啊，就象征出来了，巨大的腿部摆出一个飞踢的造型，还是非常帅气的。那么说到飞踢，怎么能少到飞踢的特效件呢？这次还给到了一个风元素包裹起来的一个飓风飞踢的特效件，可以安装在这个装甲的腿部。当然，这个特效件也是有支架孔洞的，所以说也可以连接支架来搭配常规素体，摆出一个飞踢的造型，也是可以的。那么可能有人看到这里就比较急了，那么讲了这么久，2个素体都讲完了，摩托怎么还没讲？别急，现在就来了。除了2个素体以外呢，这次还额外附带了一个载具风暴追击者摩托。这次摩托的基础框架，也就是骨架呢，采用了一个成型金属色，然后上面还会有一些银色的涂装来进行点缀。在框架上呢，也是有做到一些管道以及细节的刻画的，并且啊，这次轮子呢是可以真实滚动的。
而摩托车装上外甲之后呢，咱们就明显发现了，摩托车它也是一个蝗虫的一个样子。在车头部分呢，明显的能发觉蝗虫的头部、2个眼睛以及头顶的这个触角。在车子的尾部这边呢，还会有一个像蝗虫后足一样高高翘起的蓝色零件。这个蓝色零件呢，也是有一个可动角度的。仪表盘的位置呢，也是有给到一个细节刻画的，咱们可以上一个水贴来点缀一下。为了方便人物骑上去，在把手处呢是有3段调节角度的，可以随意调节，并且在踏板处呢也是有一个多段的调节角度，可以自行的调节。咱们将武装体摆放在摩托上，然后摆一个单腿停靠的样子，也是十分帅气的。而前面武装体所用到的这个腿部强化的武装装甲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收纳的，在这边呢会有一个孔洞啊，咱们可以将这个收纳件安装进去，然后再将腿部装甲呢进行折叠，对准孔洞插好，然后再将这个刀刃安装好。接着就可以将这个收纳件安装在这个车子的尾部，其实就是一个车尾灯啊。这个收纳的创意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而这次摩托呢，因为是真实可以滚动的，所以说在骑乘的状态下呢，停靠是不太方便的。这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用一个特效键，可以起到一个固定作用，它可以安装在这个轮子的前后部位都是可以的。安装上这个特效键之后呢，就可以将这个摩托平稳的停在这个平面上面了，并且搭配上这个特效键之后呢，也能还原出这个摩托正在驰骋的一个状态。支架地台呢，跟蝙蝠是十分相似的，它是有各种不同的长短来自行选择调整的。因为给了2板嘛，所以说你可以自由的组装，可以组装出好多根啊。然后再加上这次的摩托在底下呢，它也是有孔洞的，所以说你可以用这个支架来还原出一些空中骑车或者街车的一些场景。同时呢，关于机娘的这个体态，大家可以做一个微微的挺胸，然后脖子呢稍微向前倾一点点，然后头呢不要抬高，正常的保持一个平视头或者一个低头的动作，这样子呢，整个机娘摆起来呢就会比较精神，同时呢脖子也不会显得很长。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次核能矩阵飓风飞蝗的一个详细的测评展示了。整体双束体，然后再加上一个摩托，还给了一套完整的布衣，然后再加上一个可玩性很高的支架啊，所以说整个玩起来呢是非常舒服的。不过呢，因为这次啊毕竟是一个机娘嘛，它的零件都是比较细小细碎的，所以说在拼装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板小精灵。如果是一个小零件没了，可能就找不到了。然后水口排布的话，因为并不是一个全隐藏水口，还是会有外露水口的。如果大家非常的注重美观，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打磨。然后在素体方面的话，我推荐是用色粉上一个体装，会更加好看一些。总的来说呢，是一个从设计到把玩呢，我都是非常喜欢的一款机娘，并且这一套布衣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啊。可能之后呢，我会给这个素体稍微上一点体装，然后改一点点肤色，然后再穿上这套布衣，再拍一些小照片。那么大家都看到这里了，制作视频真的是不易啊，拍了好多个镜头，大家也不妨一键3连，给个支持。咱们下期再见。